我觉得华人在外国人会有一个比较心态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公司也有除我之外也有大概4-5个台湾人这样子，对啊。然后有一个台湾就很伤跟我说：“哎呦，高度人才了，以后是自己一个人做啊。”这句话我真的记到现在，真的记到现在，对，很酸，真的蛮酸的这样之类的。对，我怎么说嘞？我是觉得说，因为毕竟我们外国人在日本生活打拼，其实都蛮辛苦的。对，那毕竟有人就是会见不得别人好，我是说。哦，对了，如果要讲负面的话，这不免就提到所谓的风俗了啊。风俗区、风化区啦。你有去过吗？你当然没有。不是说不是日本人的话不可以去吗？有些因为经济状况不好，其实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允许外国人去。你怎么那么了解？外国人有些地方嫌外国人渴啊。哦，可是台湾吃下去就是有时候就会拼比嘛，对，拼比就是你会比较，谁，大家就是互捧互吹，你过了。你羡慕什么永驻签证？羡慕什么购物会这样吗？会这样子啊，大家表面羡慕，然后私底下就会开始，表面羡慕，但私底下就会做一些小动作。哎呀，太无聊了吧！大家都在这生活。对呀，干嘛这样？自我介绍一下。毕竟工厂长，然后2013来东京，一开始先打工度假，然后用打工度假签证找到工作，然后就变成工作签证这样子。但是在这之前，我2011年的时候有去大阪留学过1年，那时候念日本语学校，然后念了1年之后再回台湾1年，然后再来东京这样子。那你为什么回去之后又要来？其实那时候去大阪，其实只是去体验一下所谓日本生活这样。那其实对于有没有想要长久留在日本这件事情，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定论。那后来去大阪留学1年之后，然后回台湾1年，其实回台湾1年也要一些事情，然后就开始在思考，我到底是要在台湾工作生活，是要去日本。那就经过那1年就经过思考，然后就决定来东京这样。对，一直就直到现在。就到现在，是的，你是做 IT 产业方面？是 IT 产业没错。之前有讲，你说有愿意跟大家分享你在日本的生活。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日本是充满什么样的一个想象。那来日本之前，我有先事先调查过，日本是不是工作很高压，然后是不是很排外这样？我先去查过这样之类的。当然，我也看到有些日本人、有些台湾人在日本生活，然后在网上抱怨，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你去查，其实大部分会听到比较不好的事情比较多。因为其实人过得好不会去讲说，我过得很好，我过得很爽，不会讲。但是通常是不好的事才是抱怨嘛，对啊。当然我会去评估，你这些不好的资讯到底是真是假，还是如果我真的遇到的话，我没办法承受这样之类的。那毕竟我小时候其实就很喜欢日本，因为小时候喜欢看动漫画嘛，所以其实对日本生活其实算是有一个憧憬吧。那我觉得我可以承受这些可能有的风险之后，我还是决定我来日本这样子。对，毕竟还是要体验一下才知道，你是不是会遇到他们跟一样事情，不一定嘛，对啊。所以你要去自己体验过，你才知道说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不能说，因为别人遭遇到这样事情，所以你可能会遭到，不一定，因为每个人机会不一样。所以我就决定来日本开始工作生活这样子，对啊。那你之前有告诉我，你说你会看到日本社会的，因为那时候大阪的时候，我住在西城区。西城区。那如果你对日本关系上面有一点了解的话，你知道西城区是一个非常要说什么混乱的区域嘛？因为你查新闻会出现所谓西城暴动，那可以说是可能是全日本唯一会暴动的地方。这样暴动？对，因为那边的警察局还用那个栅栏围起来。现在也是那样吗？应该也是，因为我很久没去，我不知道。现在应该也是这样子。那我就说西城区就比较不这么乱的那一块，大概隔2个布拉克，然后我隔2个布拉克就会到那个所谓的飞田新地。就是那个风化区，可以大家都知道。然后风化区再往上走，就是所谓爱林地区。爱林地区那边就有很多的那种贫民窟，然后有时候说一日临时工这样之类的，对啊。然后再往上去就会到我念的日本语学校这样，所以其实我每天都经过那一块。有没有经过？没有经过那一块。然后就看到，路上怎么有欧吉桑直接在路边尿尿。
对对对，流浪汉。对流浪汉就有，然后有一堆人就铺纸箱啊。我会看到日本就是比较贫困那一好像在东京看到的很少，也有。都厅下面有，都厅旁边那边有一块，就是有几个就是有一块那个桥下面，那其实也有这样子。但是大阪比较多，大阪感觉比较多一点。那东京我觉得，因为日本其实有所谓的生活保护，就是如果你现在没有入任何财产，也没有任何收入的话，他们会给你一定的生活保护之类的。所以其实你在日本没有工作、没有财产、没有收入，OK，你一样可以活下去，那就是看怎么活而已，这样子。对。但是我原来也遇到过那种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好像好像政府也是给他们补贴，对，会一定生活补贴，所以其实你是可以活下去，你不会饿死在路边。他们是不是故意要选择那个生活？也有可能是故意选的那种生活，因为他们觉得不用工作啊，我一样可以活下去啊，只是差了一点嘛，睡公寓嘛，睡纸箱嘛，他们一样活了下去。之前有一个那个美国奥斯卡的最佳影片，那个女士拍了一个关于在美国的一些那个导演来自中国大陆，那个是个女生，她拍的就是关于很多人出去，就是很多受过很高教育的人，他们也是愿意出去流浪。就是他不是没有收入，对，他们想要体验那种生活吧。他也不是要体验，他就觉得那样才对。对，他不想受到这种城市的。对啊，可能不想说到科技或者是城市那种束缚感，想要体验一下那种生活嘛，也是有。其实我有想过，我想体验流浪那种，就是睡在路边那种什么样的感觉，这样之类的，我有想过。那有机会再试吧，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应该可以的。可以把弄得很每天过每天应该不行，感受一下可能可以的。因为我想过，我是不是也体验一下那种生活到底怎么样感觉，这样之类的。我之前在那个多摩川的河边上也遇到过，很多那个流浪汉。对。前段时间我又经过那儿，上个星期，很多人被赶走。这样子。就是那个日本警察不允许他们。对啊，因为除了某些特定区域以外，应该是其他地方应该是不太允许那种流浪汉存在，就是。那这件事情对你印象很深刻吗？毕竟怎么说？因为毕竟我在日本其实是认为日本是一个比较富饶的国家，富裕国家。可是来这边你看到，有流浪汉，他们每天睡纸箱，在路边尿尿，有人去管他吗？没有啊。对，是日本就全部都很美好嘛，对不对？你可以去看神社寺庙，当然很棒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日本其实有一些不这么美好的地方，这样之类的。我是觉得每个国家其实应该都很难避免这样的状况，在高度发展状况下，一定会有所谓的贫富差距嘛。最底层大概就是活成在像那样子。我觉得。就是说他还是可以保障那个。对，他还保障你最低的基本生活需求，能活下来，但是活得怎么样就不知道了。对。怎么讲？台湾有这样的？台湾我好像没听过所谓的平民，但是台湾好像也是有那种路边行乞的那种。有吗？有，也是有啦。但是固定在某些区域，例如西门町还是哪边，好像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存在。我是觉得美国应该都会有，或多或少而已，这样之类的。去年好像有一个日本的那个 YouTube，他在路边遇到一个流浪汉，然后他把他带到那个理发店，你知道吗？然后给他做了很高级的剪头发，对啊，这是个题材啊。然后不是，他就以他作为这个 YouTube 的这个主角原型，然后又帮他买了很好的衣服，穿上之后，结果这个频道很多人观看，很有名气在日本。是哦。对。对，因为有时候负面的东西有时候蛮吸引人，老实说，我就这么觉得。对。对，如果要讲负面的话，这不免就提到所谓的风俗了啊。风俗区、风化区啦。你有去过吗？当然没有。不是说不是日本人的话不可以去吗？有些因为经济状况不好，其实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允许外国人去。你怎么那么了解？外国人有些地方嫌外国人渴啊。有啦，那个大阪的时候有事很无聊，我跟一个在大阪认识的台湾朋友一起去，稍微看了一下，瞄了一下飞田新地这样子。对啊。飞田新地是个什么地方？它就是很多卖料理的地方，料理亭，怎么样的料理亭？那跟风俗店没关系啊。对，但是就是进去
表面上是聊天，但是进去之后就是你看门口就会坐一个妹子嘛，对，然后门口再一个妈妈桑这样之类的，对啊，很多啊。很多啊，就是一整个区块都是啊，一整个区块都是。那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日本的风俗其实可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来由跟典故啦。那其实欧美有一些国家也有所谓的红灯区啊，对啊。那其实我觉得风俗存在，其实我是觉得有它存在的历史跟一些理由存在这样之类的。那存在风俗也让日本，其实我觉得渐渐也让日本的人女权比较低落一点这样之类的，对啊。当然很多人可能我怎么讲？可能有些人就是为了去寻求一个发泄，然后就去花钱做那种事情。我只是觉得这个可能算是人性之一吧。老实说，对，好像是说在日本也是违法的，但是好像有点模糊点。没有，日本有所谓的风俗营业法。哦，是吗？有，你去查日本的所谓的风俗营业法，是合法的吗？是合法的。哦，是。呃，你知道什么叫本班吗？不知道。本班哦，本班就是指插入的行为。嗯。插入行为是违法的。啊。但是除了插入以外的事情，你就是可以做的，都不违法。对，你就是收钱嘛，收钱那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嘛，服务就分很多类型啊，对啊，只要不插入，就是怎样服务其实应该都是可以的。台湾是有一个那个性产业什么工作，但是问题是制定出来没有人要做，因为做了之后，你如果有某个市长说要做的话，那个市长的生意肯定就会下降，所以法律有了，但是没有人要做，没人提倡要去做这件事。对啊，没人要做，因为你做了肯定会让自己的那个声誉下降嘛，对，所以没有市长要去做这件事情，法律是有的，对，但是问题是没有人要做。我觉得日本有个地方就是它其实蛮假道学的，就是假道学，什么意思？例如说以前日本超商啊会摆一些成人杂志，对。但是奥林匹克期间，对奥运会政府就说你们全部给我收起。对，我看到那则新闻。对，哎，你们本来就有东西，然后你就是为了办奥林匹克，然后说叫你们全部收起来，你本来就有东西呀、啊，干嘛躲躲藏藏的？啊，就是为了给外看，就是把一个意思就是说本来你就有，对吧？对啊，然后为了奥林匹克，你可以把它藏起来，把它撤销，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会让我觉得日本人其实就是怎么说，就做的很表面功夫，他们很注重表面功夫，这是我所认为的地方就是了。那奥运会结束，他又恢复了吗？好像没恢复吧，应该是没有恢复，就借机就从此借机就想让它消失了这样，借机，对。但是如果你去看一些比较传统的书店的话，就是一种不要那种正式的，因为百货公司当然看不到嘛，你要去那种可能那种比较像书那种书货杂店，可能就看得到这样子。对，那种店已经越来越少了。对呀、是。其实我现在东京已经是第三家公司，第三家，然后要等到第三家，目前这家公司，其实我那时候就薪水其实算是有一个蛮不小的幅度的升誉，然后刚好让我拿到高度人才这样之类的。对，然后我记得我应该也是我们全公司第一个拿到高度人才的外国人，就是。哦，是吗？对啊，因为我们公司大概100多人，大概30%是外国人，所以我是大概30几个人中第一个拿到高度人才的外国人，就是对。因为你的学历比较高嘛。我台湾大学毕业，那我是没有日本学历啦。那高度人才来说的话，其实你去看那个入国管理厅，现在有统计表格，目前在日本的外国人大概有340万，是。对，然后拿到高度人才大概总计好像才2万多人这样子。大概就是不到1%人会拿到这个东西，这样对啊。当然你也不能忽略说，其实很多人拿高人才之后会变成永住嘛，对啊。所以其实高人才之后应该比这个更多，就是多少就是我猜可能大概1到2%左右这样。那拿到之后，其实那时候是还蛮开心的，因为觉得说，我觉得我达到一个里程碑了，我是高度人才，可能优越感，有一点优越感这样子，但是怎么说？我觉得华人在外国人会有一个比较心态，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公司也有除我之外，也有大概4、5个台湾人这样子，对啊。然后有一个台湾就很伤跟我说：“哎呦，高度人才了，以后自己一个人做啊。”这句话我真的记到现在，真的记到现在，对，很酸，真的蛮酸的这样之类的。对，我怎么说嘞？我是觉得说，因为毕竟我们外国人在日本生活打拼，其实都蛮辛苦的。对，那毕竟
有人就是会见不得别人好，我是说，真的会啊，有人真的见不得别人好啊。哎呦，拿到工人才，哎呦拽哦，怎么拽？那这其实让我思考，其实让我想了蛮久的这样子。对，因为毕竟大家都很辛苦。当然那时候我可能稍微有点白天，因为我把这件事情放在 FB 上，然后很多人点赞恭喜恭喜你拿到工人才这样之类的。那还蛮早的吧？哪一年？我2017年拿到的，对，然后我拿到这个之后，3年之后我就换成永驻了这样子，对啊。那你这个公司也是日本公司？对，日本公司，社长是日本人这样子，很多外国人，有台湾人，有中国人，有什么哪里啊？法国人、美国人、韩国人都有，印度人，我们公司还蛮 global 的这样。在日本公司有很多人分享，觉得网络上经常充斥着，觉得在日本公司上班的话，其实因为工作时间比较久啊，什么之类也没有吧。我来到日本之后，我发现要看公司，当然，我相信一定也有不少的黑心企业，但是我们公司我觉得以自助面来说，我觉得算白。对，就是我几乎加班没有很多，然后我们甚至有所谓的弹性退社，你有时候也可以下午3点就可以先走了这样。对。那你时数就是要补到每个月，就例如说每个月要20乘以8，每个月要160，你要补到160小时这样子的，你可以不用其他天数来补回来。所以来说，其实而且请假的时候也不会长官会来问说，你请假是要干什么？不会，我上假就会问，请假要干嘛？问一下，他就会问，你请假要干嘛？我说管你，我讲气就关你屁事，我就是要请嘛。你说也是日本公司，在日本的对，上家也是日本公司，对。那这家公司明显比上一家开明很多，对，没那么多事儿，我们讲。对吧？就是对外国人比较友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日本的社长还有就是但是市长就是比较开放，就比较偏向洋派那种做法，就是了，对啊。之前你跟我分享说那个高度人才的话，你一旦离开那个公司之后，那个高度人才那个身份也会失去。对，除非你现在公司也是高度人才。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他要看你那个在公司的一些资料嘛，例如说在公司的相关工作的年数嘛。高度人才的积分有很多，有不少的那个积分。是在日本的那个年数，还是说在新的公司的年数？他有一项积分是要看工作年数。对啊。对，那你是工程师的话，那你基本上你所有的工作都要是工程师。如果你有一项工作不是的话，你就不能记录那个高度人才积分列表这样子。就是你之前那个工作跟现在工作还要打成。对，要相关，不相关的话就不列入积分。对。就不再计入。对，所以说他在公司绑定，所以你要跳槽的时候，你要计算一下，你到下一家公司的时候，因为你薪水也会变。薪水也是积分项目之一，所以你要计算出那个你的大下家公司的积分是不是也是符合高度人才这个积分的最低标准这样子。对啊，还有学历吧，工作年数嘛，年收嘛，还有一些例如日本语检定，日本检定1级是15分这样子。对。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年收1000万40分。那最低分是70分，70分你就可以拿高度人才这样子。70分就可以拿了。但是很多人达不到70分，你就算一下，其实70分其实没有这么好拿到，就是对啊。那基本上年收如果上1000万的话，基本上纳税非常高。对啊，那日本是累进税率70万买1000万，我记得到手好像剩500-600万的样子，有点忘记了。对，日本人的税率很高很重，所以其实来日本生活，其实你也是要考虑这一点，因为台湾的税还是很低。因为之前我在那个入管局上还看到另外一则消息，就很多人不是因为来了这里，他没法带自己的父母或者对，没办法。但是如果你举例，如果你在这里面在日本投资一家企业，你的投资达到多少的时候，什么学历都不看你了，你不仅可以带家人来，连保姆都能带。那是投资型的高度人才。对，投资型高度人才，对，那个就可以带。那个我看了几乎没有任何限制。那个也要达到啊，对啊。那个因为那投资，因为高度人才分3类，一个就是投资型，一个就是一般的工作型，另外一个就是那种
学术型，对。一般来说，其实应该是工作型，这最多的啦。那再可能是投资型，然后可能比较少，可能就是学术型。所以就是你要在某个研究所里面做研究，这样，然后你研究的那个成果要有世界级的认证，那可能你可以拿到更多的积分，这样子。对。那是就是我自己研究的成果。对，因为拿到一些，要么呢就是赚钱数多，对，不然就是投资，我记得好像要过。我记得因为像我之前有看过的投资先生，就是要好像过1亿还是2亿的时候，就特别在加分这样子。对，哇，你投资要1亿是要去看看积分，我有点忘记了，好像1亿还是5亿，有点忘记了。对，如果可以投资那个，全世界都可以收。对呀，无所谓来日本。其实只要有钱，哪边都好生活啊，对不对？有钱哪边都好生活啊。是，在那边10几年，日本朋友没有说日本朋友啊，是，对啊，我都是台湾人朋友，我都台湾的社交圈这样子。可是台湾社交圈就是有时候就会拼比嘛，拼比就是你会比较，谁，就是互捧互吹，你过了。你羡慕什么永驻签证？羡慕什么购物来会这样吗？会这样子啊，那表面羡慕，然后私底下就会开始，表面羡慕，私底下就会做一些小动作。哎呀，太无聊了吧！大家都在这生活。对呀，干嘛这样？管他怎么来的，反正钱在这里就对了嘛。对啊，是。不过中国人大陆圈也会这样。他一见到你第一件事认识你，他说你怎么来的？你管我怎么来的，我人在这儿就好了。对啊，人都会比较说，你来日本多久啊？你住哪边？其实这些都暗藏一些比较心态。你住港区住港区啊？你住那个竹立区哦。就是说中文的这个生活圈里边还在比较这种。对，其实还是会比较啦，会攀比。港区就高人一等，然后竹立区你住竹立区就看竹立区好像日本之间好像很少这样。日本其实也有所谓阶级社会，我觉得也是有，但是它不会像咱们描述的这么明显。对，日本会很暧昧的去比较，例如说你去哪间超市买菜，超市有分等级，有分最高等级、一般等级跟一般的跟比较平民等级这样子。是这样吗？有啊，他就看你进哪家超市买，他就可以说，你是哪个？你是哪种阶级的人？你可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了这样子。那你的意思，那个超市会有那个？有超市，也有超市，那个超市也有所谓超市阶级表，真的有。是吗？有，网上有，好像之前有一个网络那个超市阶级表，你看，我靠，原来这个东西原来是要千万等级人才能过去的地方，讲就对了，这样。明白。但他们不会在生活当中，比如见面，像刚才描述的那样，不会那么明显的拼命，但是他会暗自从你的其他关系比较说，你大概是什么样的阶级的人，他会从其他关系了解，但是他不会明显的表示出来，表示出来，对，他会从其他方面去了解，对，比如住哪边，比如说你去哪个超市买菜，你就可以从那边就可以知道说你是什么样阶级的人，这样子，对，哇，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当然来日本生活，当然其实大家对日本都一定有自己所谓的想象，例如日本的道路很整洁，例如用路很干净，例如不会是什么像台湾说什么行人地狱这样子。例如说，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在台湾，因为我之前在日本开过车嘛，我觉得东京的它的用路习惯很好，就是它一定都会礼让行人。然后东京，但是台湾的话，你就要开始闪嘛，你要闪车，最近比较好了啦。因为在台湾，你车是不会让人，但是日本东京它就会让，对，必须让，对，这也是必须，因为其实我是在日本考驾照的，因为我在台湾我没有驾照这样子。你是来这边考？来这边考，因为那时候是疫情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因为我很闲嘛，然后我又不知道干嘛，然后说没驾照，好像来去考一下好了这样子。对啊，日本驾照就应该蛮严格的啦，它就是什么东西你都要停没有停的话你就会被扣点这样之类的，对啊。因为我觉得来日本，当然大部分都是来工作，对啊。那其实你会这样怎么来公司，其实你不知道，老实说，对啊。那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日本是一个很高压，所以都有很多黑心企业这样之类的，对啊。那我觉得这点可能就是怎么说？我觉得要看个人机遇，因为不知道你会进到什么样的公司。那你可以去看听网上，别人怎么说怎么看，那你可以去听去看，但是终究来说，那也是个参考。reference，那实际你会有的东西你不知道嘛？那如果说有人想要来日本工作体验，那你就要去
听看听嘛，你要去 check， 你确认那个产业什么样的产业，那产业待遇如何，那公司的状况怎么样？对啊，那可能要去多查一些。那最重要还是我觉得，如果你有成本可以怎么说，失败或者是可以回去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来尝试没有问题。这样，那我觉得自己体验是很重要，因为别人在讲再多，你听的再多，那终究你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不是。对，你要自己去听、自己去看、自己体验啊。原来我来日本会遇到这些事情，那如何多呢？原来是这样子啊，这样子。那你要说，当然你要做最坏的打算，说，如果我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应对、怎么处理？例如说，可能遇到黑心公司啊，例如都没给加班费啦，例如说还会扣假啦，还给你摆脸色，那你怎么应对？那我觉得要看你自己个人的选择，这样之类的。坦白讲，我现在的薪水的确是我人生中以来最高的薪水了。啊，太棒了，很好。当然，日本环境是不错嘛，你几乎没有治安问题，你用路也很安全嘛，你不用闪车嘛，这些都会让你。当然，环境是不错的，对啊。那诸如考虑环境下，我觉得，而且很重要一点，日本买房比台湾买房，老实说便宜太多，真的。日本的利率大概你有永住情况下，大概只有0.3、0.4，但是问题台湾利率大概在好像从3%、4%起跳，差太多了，老实说，而且房价也是便宜很多。你在东京，你不要讲那种港区千代田，那个你买不起，那个都要几个亿日币你才买起。你可以跑到足立区，足立区可以说是，虽然说没有说攻击足立区，但是足立区真的是日本好像最便宜，东京好像最便宜的地方。之前我去一个朋友家，他就住在足立区，好像是我记得是不到4000万就有一个自己的独栋，3层楼，自己就有一栋哦。4000万不知道，大概3980万多，4000万你除以5，现在才800万台币嘛。但是问题是800万你在台北买到房怎么样？不到，老实说。所以这些光是这一点买房这一点呢，其实对台湾其实有很大一个诱因。很多台湾人的模式就是拿到永住之后，第一件事是买。啊，你打算在这长久住下去？对，因为很多人台湾人都这样做。可是我其实我这个人其实我很讨厌传统。有人都这样做，我才不要这样做，才不要！为什么拿到永住就要买房？这是有谁规定吗？有人这样规定吗？没有人吧？谁规定永住就要买房？没有吧？对，然后人这样规定，对不对？那后来只是可能是不是因为有了永住再买，对，安心，对，长远的，对，因为永住之后你利率就会低嘛，这算是怎么说？可以说是一种福利一样。对，给永住者一个福利，你可以用一个很低利率去买到你第一间房这样子。对，所以很多人台湾人就是永住之后就是买房。未来计划一直在这住下去。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当然，虽然现在是有买房的打算是没错，可是问题是我觉得要看养老要花多少钱。对，可是如果说在日本养老比较贵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回台湾养老。好像我了解到的，好像是不同，就像你讲的超市一样，不同档次的好像都有。未来退休事情还很久，其实我还没想那么远，就是了。对呀。目前其实拿到永住之后，还在思考，走一步算一步，然后有时候要干嘛？其实刚拿到之后，有人在想说。当时说我要干嘛？我是不是应该离职？我是不是应该去做自己想做事情这样之类的？对呀，你看有去想这些事情，但是后来就是说还是当社畜，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没有离开公司我可以干嘛？我说，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啊，那还是继续在公司里面当个社畜赚钱，还有收入嘛，对不对？要不然你出去之后，我还不知道干嘛。有想过要创业，但是我不知道创什么，就有想过是。